乌军呢再次炸了克里米亚大桥，背后呢这有北约的影子，俄军啊很有可能会翻倍的报复。美国背后呢还是要继续的拱火，俄乌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这个信号非常的危险。欢迎来到张斌观察。这克里米亚刻赤大桥的这个再次被炸了啊！当时是在后半夜凌晨的时候啊，两艘乌克兰的无人艇对克里米亚大桥就发起了袭击。在去年这大桥不是被炸过一次吗？当时是一辆炸药卡车啊，这个装着爆炸物的这个炸弹卡车直接就炸断了这个公路桥的桥面。当时乌克兰就没有承认这个事情啊，不过最近乌克兰干脆就把这事儿给认了，这就是我干的。这个克里米亚刻赤大桥的重要性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如果说上次的袭击还算是带有某种特种作战的那个味道的话，那么这次很明显的，它是一次军事上的军事攻击。从乌军所采用的攻击方式来看，使用这个无人艇，这个呀是需要背后有很多的这个基础条件作为支撑的，这背后应该有这个北约的协助。而且我们注意啊，在这个事发前后，美国全球鹰无人机啊一直在这个区域上空是飞来飞去，随时在监视着这个动态。这也很难说是不是说这个美国就提供了信息支援，甚至直接参与了这次行动呢？最近乌军啊在南方战线一直呢就发起各种各样的攻击，尽管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但是呢也给俄罗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你看，在刚结束的这个北约峰会上美国就进一步统一了反俄的战线。尽管北约内部和欧洲国家的矛盾也是挺明显的而且厌战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美国呢，它不能让这个俄乌冲突马上就熄火无论从前置北约还是从美国国内的选举来看，都要加大这个援助继续拱这个火。你看，连这个集束弹药现在都已经给了，这就是拱火的一个最好的例证，很有可能导致这冲突直接的升级而且从袭击克里米亚大桥这件事来看美国的意图很明显，这个冲突不能停，战火不能熄，而且随时都面临升级的危险。乌克兰这个现在可以说是打得有点力不从心了，实力消耗的这确实也是太厉害了。你看他所一直在说的这个春季大反攻，这都到了夏天了这到了大夏天也没见到有什么成效。北约峰会上我们也看到了，泽连斯基呢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冷落，美国和北约国家呢明显表现出了对泽连斯基的不满。因此呢，最近乌克兰他也要把这个调子就是抬高一些这个要更突出我的作用他要打一些东西出来，这让你看一看我行才行。所以你看，乌克兰最近他公开承认，就去年这个袭击克里米亚大桥，这是他组织袭击的，这其实也是他转调子的一个做法。克里米亚大桥呢，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目标去年在这个大桥被炸之前，你看俄军的这个打击目标基本上是乌军的军事目标，很少去袭击这些民用的这个目标。你看这大桥被炸之后这个是戳到了俄罗斯的痛处，你居然炸我这个大桥，因为这个大桥你也还不能说它是一个军事目标，它是一个民用目标嘛。那既然你都这么干了，那俄军也就开启了对乌克兰这个后方的战略轰炸模式，这个大规模的摧毁乌克兰的供电供暖设施，这个铁路目标这些基础设施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现在乌克兰再次攻击克里米亚大桥，就很有可能招致俄军翻倍的报复。在军事上，我们注意到不久前，包括到现在，俄军已经开始在哈尔科夫方向集结了10万大军、近1000辆的坦克、500多门火炮，做出了这个要搞一次大进攻、重击乌克兰的这么一个架势估计这次克里米亚大桥的事件会促使俄军在北方战线那边发起更猛烈的攻击，那么乌克兰会遭到更大的损失。而且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一次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宣布的这次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的这个事件，俄罗斯这就等于把这次事件定性为了军事恐怖主义行为，那么它报复的手段和方式会更加严厉，而且呢，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加的不受约束，这个就很容易导致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